F1 揭幕战，索博大战法拉利，绿巨人配绿色车队，全场一台车没超，硬是笑纳6个积分。反观某车红色车队，2位车手，一个瞎子挂档，一个座舱沐浴，速度上超个威廉姆斯和小红牛都费劲。就这车况，策略组还想着赌一把大的，最后一败涂地，真是应了头哥的那句话：法拉利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策略。Ferrari always does some strange strategies. 而小塞恩斯则表示，他在车队从来都是自己做策略，不然怎么会有分站冠军呢？的确，坐拥围场最强车手组合，只拿到5个积分，活该被网友调侃为索博2队，也难怪某车队小编如此得意了。赛后，7届世界冠军汉密尔顿对车队的表现疑惑不解，维特尔当年就是这样跟我争夺世界冠军的吗？而在 TR 里，当老汉还在和比赛工程师进行着复读机式的沟通时，摩纳哥王子对车队的答非所问已经放弃治疗了。Is there leakage of what? I have the seat full of water. Must be the water. Let's add that to the weather freezer. 法拉利的新车迷们纷纷表示意难平，不禁感叹原来这就是做铁佛寺的感受啊。老车迷则表示，当你觉得他不行的时候，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惊喜，但当你觉得他行的时候，他绝对会给你整一出大的。这就是法拉利，这就是意大利人，所以珍爱生命，远离红色车队。除了法拉利，今年6位新人的首秀也得到了大量的关注，里面有 F2 的冠亚军，有各大青训的代表人物，但阿尔伯特公园的雨水让这些天才们露了马脚。6名新秀，练习赛撞了1个，正赛撞了4个，只剩一个06年小伙撑起门面。16位发车追到第4，果然叫 Kimi 的都有几把刷子。相比杰克杜汉和哈加尔，某些新秀的拉胯着实令人同情不起来。围场判官利亚姆劳森在自己的半个主场表现挣扎，排位赛止步 Q1 也就算了，赛后采访表示非常期待雨战，言下之意准备复制队友的巴西神迹。结果当维斯塔潘在正赛以1敌2大战木瓜双雄的时候，新西兰人竟然在队伍后排与哈斯索博斗得难解难分，47圈更是直接撞墙退赛。结合他以往的狂妄作风，网友们对劳森的惨淡表现不仅毫无同情，更是第一时间痛打落水狗，翻出了劳森语录进行研读。佩雷兹那纯粹就是菜，一台 F1 赛车2人速度有差异，那必须得从自身找问题。我已向阿尔本请教如何对付维斯塔潘的方法，但是一个车队我们还是要以和为贵。前有克拉平托，后有判官劳森，这一届说大话的新人打脸来的也太快了吧。当然，除去法拉利和新秀们的不靠谱，维斯塔潘和诺里斯的强对话还是非常精彩的。在干湿交替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，2人都有失误，也都有机会，但最终呢，抗压能力大幅进步的诺里斯，驾驶性能更胜一筹的迈凯伦赛车，最终拿到了揭幕战的冠军。特别是比赛末端失误后的顺势进站，误打误撞成为了最正确的选择。而维斯塔潘虽没能延续积分榜领跑时间的记录，但也抢到了原本是皮亚斯特里的位置。看看队友的名次，亚军也不是不能接受。皮亚斯特里作为主场车手，依旧难以突破澳大利亚大奖赛的魔咒，但好在拖拉机驾驶经验帮助他成功脱困，最终拿到第9。而全场最没有镜头存在感的就是乔治拉塞尔，梅奔的1号车手处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位置。当新人车手挨个撞墙退赛，法拉利策略组强行整合，冠亚军之间斗得不可开交之时，赛车皇帝不声不响拿下第3，队友呢也是锁定第4，两人帮助梅奔在积分榜上与迈凯伦暂时并列第1。紧随其后的则是本场最大赢家之一威廉姆斯的阿尔本，揭幕战就为车队拿到第5的成绩，不仅为志在复兴的老牌强队开了一个好头，也让那些质疑自己的喷子们闭上了嘴巴。中国女婿表示自己整场都让赛车保持在极限之内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做，随时随地都有失控的风险，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最稳妥的驾驶方式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呢？反观这批新人车手，没有维斯塔潘的技术，却要强行复刻荷兰人的操作，动不动就是突破极限。要知道当年舒马赫的驾驶风格也仅仅是无限接近极限，所以谁贸然行事，物理法则会教他做人。本周 F1 将来到中国上海，除了常规的正赛，还有冲刺赛。各位，通过这周的比赛，我们也将进一步确认各支车队实力情况和各位车手之间的水平层级。关注郑老师，为你带来更多的 F1 故事。